我叫江宁，现代医学生，居然穿书了，还和书里的炮灰女二一个名字。女主角江婷是她的姐姐，江婷嫁给沈墨，守了一辈子活寡，重生后便偷走了妹妹的人生。妈，为什么是我结婚？我不想结婚。妈，妹妹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拿错了户口本，把你的寄给沈墨了。这结婚证寄回来，我才发现寄错了。我们和沈家是有婚约的，既然这样，宁宁就宁宁吧。妈，可是我也想高考。考什么考？人家沈墨是厂区干部，你就等他来接你去随亲吧。上一世是我嫁给沈墨，你去高考成了万元户，还找了一个城里的男朋友。我呢，被困在村子里，守了沈墨一辈子。既然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，那就把你美好的人生都给我吧。小说里江宁一等也是一辈子，我气不过江婷这种烂人，凭什么做主角？和作者对骂了300回合。哼，这下好了，穿书这种小众赛道也是给我闯进来了。如今领证3年，沈墨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杳无音信，跟死了没两样。可我不能就这么认命，坐以待毙。就算这场婚一时离不掉，我亲自找去京城，也非要把这婚给断了不可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座位在这里。好的，你坐。同志，请问江宁家怎么走？他就是沈墨，怎么长得比林雨飞还要气派？上辈子他明明没来找过我。江宁啊，她丈夫3年不回家，她耐不住寂寞，早跟野男人跑了。我马上就要嫁去城里了。你胡说什么？破坏厂区婚约是犯法的。大叔，江宁家怎么走？右拐2个路口，第3户就是。沈同志，上头急电，有紧急任务，立刻回京城，火车票已经买好了。哎呦，葱油饼啊，可真香，这味儿太地道了。姑娘，我拿着1整张白面饼换你半张葱油饼，行不行？你要是觉得亏，我再给你1张，2张换你半张，肯定不亏你的。小姑娘，2张白面饼换你半张，你怎么都不亏啊？赶紧跟人家换了呗。这饼被下药了，这2个人根本不是普通旅客，是专门在火车上伺机作案的惯犯。先收着吧，回头饿了再吃。怎么，你们俩是认识的呀？认识。哎呀，瞧我这眼神糊涂劲儿，坏了，撞枪口上了，得赶紧脱身啊！那这葱油饼还给你们，你们应该不吃这白面饼吧？这饼能吃，没事儿，我爱吃。这2人绝对不是第一次作案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。救命！我媳妇儿要生了！车厢里有没有医生？谁是医生啊？她情况很不好，疼得厉害，帮帮忙啊！各位不好意思，麻烦男同志暂时移步到隔壁车厢避让，大家辛苦一下，快速移位，稍作等候就好。我去找医生。不用找了，我就是医生。别慌，放松下来，深呼吸，坚持住。我是正规医院的医生，让我来检查，你别乱动。情况不好，在车上根本没法正常生产，必须尽快送医院，不然太危险了。他现在情况危急，拖不到下一站，现在不紧急处理才是真的出事。你是正规医生吗？是。哪个医学院毕业的？在哪家医院任职坐诊？我是自学成才，但我处理过这种急症，我有把握。原来是赤脚医生，这种2条性命的大事，你也敢随便逞能？出了差错，你承担得起吗？别怕，放松下来，跟着我调整呼吸。等一下，你可别乱扎，万一把我媳妇扎出问题，伤了孩子，你拿什么负责？拿什么赔？是啊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，不是小事儿，你可别随便骗人逞能。对呀，这可不是头疼脑热的小毛病，千万别乱试。再拖延下去，就很可能是1尸2命，是赌我能救人，还是坐等悲剧，你自己选。放松，深呼吸，相信我，我先帮你稳住情况，再帮你矫正胎位。媳妇儿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万一出事，一定要先保住我的孩子。放心，你不会有事，孩子也绝对不会有事，相信我。稳住了，情况真的稳住了，太厉害了，神医，你真是神医啊！
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情况稳住了，赶紧接生，别愣着耽误时间。我是坐诊医生，不是接生婆，这种活我不会干。不会就靠边站，别在这里碍事挡路。别大喊大叫，太耗费体力。跟着我慢慢呼气、吸气，用力。快打一盆热水，再拿一把干净剪刀过来。我马上就去。医生，别站在这里挡着了。同志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是你救了我媳妇儿和孩子2条命。现在是70年代，只要我顺利考入医学院，凭借我远超这个时代的医术，往后定能风生水起。那我就收下了，恭喜你们母子平安。刚刚坐在这儿的大娘和大叔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那2个是惯犯，我已经通知列车工作人员送去治安部门了。那2张白面饼里掺了迷药，看手法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。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来他们不对劲儿？你是车上的治安人员吗？这么专业？我在京城厂区工作。京城厂区？那你认不认识？抱歉，我们工作有严格的保密原则，相关问题我不能回答。我理解。其实我丈夫也在京城厂区工作，我这次就是专程去找他的，只是到了京城不知道怎么走。不难，下车直接找列车工作人员核验身份，他们会统一安排车辆送你过去，不用自己奔波。太谢谢你了，那我先去一趟厕所。没事儿，你去吧，不着急。不好意思，实在抱歉，我没看清路。没事，不碍事。天哪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干净好看的姑娘，一眼就心动了。她接生忙活了4个多小时，肯定早就饿了。可我要是直白说钦佩她，反倒显得刻意，别让她误会我对她别有企图才好。列车工作人员送的，说感谢你刚才见义勇为。同志，真心感谢你刚刚挺身而出，这是我们列车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东西给您放这儿了，不打扰您休息了。我是看你忙活太久太累了，就顺手帮你领了一份盒饭，但我也怕你误会，把我和刚才那2个骗子当成一类人。怎么会啊？你看你一身正气，坦荡正直，怎么可能是那种心怀不轨的人？可惜我早就有包办婚约在身，这么帅气正直的人摆在眼前却不能动心。要是这个男人是我那素未谋面的便宜老公，我说不定真的会打消离婚的念头。刚刚能顺利救下母子，也多亏了你及时疏散人群，有序指挥，帮我腾出了施救空间。这个不算拿群众一针一线吧？辛苦帮忙，理应感谢。谢谢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本次列车前方到站京城站。同志，我到寨点了，先走了。肚子又饿了。热腾腾的包子嘞！套圈儿。同志，小心，让一让。老板，拿5个肉包子。人在饿极了的时候，果然会产生能吞下一头牛的错觉。同志你好，我是厂区干事家属，来找我丈夫。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沈墨。你可以在休息区坐等一会儿，我们这边会联系厂区。好的，麻烦了。真是我们妇科媳妇儿来了。这里等人的只有我一个，外面又是吉普、妇科，沈墨居然是副科长。嫂子好，我是妇科行政办事员钱锋。沈墨人呢？妇科外出办事了，我们还以为他没结婚呢。或许他不想让人知道。这小伙子没撒谎。嫂子，我带您去接待室。好。这是副科长媳妇儿，我们嫂子。嫂子的身份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嫂子好。被他们一口一个嫂子叫的，我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毕竟我可是来离婚的。嫂子，你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阳安县淮河村。哦，乡下来的呀。嫂子，我不是看不起，不对，我也是乡下进厂务工来的。我最笨，你千万别介意。不介意。
这看着一点也不像乡下姑娘。刚开始我还以为她是主人家的大小姐呢。在这种管控严格的地方，言多必失，万一被当成可疑人员盘问就糟了。请进。嫂子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跟厂区管事问问你的住处安排。科长平日里一直住在厂区职工集体宿舍。麻烦了。哎。小小年纪的，神态怎么这么老神在在的？听他这动静，把我都给听饿了。哎呀，有些脏了，还是丢了吧，好像有点浪费。你吃吗？不吃我丢了。不吃啊？不吃我丢了。慢点吃，还有呢。嫂子，领导说妇科没有交家属员的申请书不能批，我安排你去招待所住可以吗？好，我身上钱不够，有免费招待所，不住白不住。志奇，你怎么又在这儿写作业？下课了怎么不回家吃饭？那不是我家。你又跟主人家那2个捣蛋鬼闹矛盾了。志奇，你毕竟暂住在主人家，要多跟他们玩。别摸我头，要长不高了。没闹矛盾，我只是想安静写作业。这话不对，谁说同龄就合得来了？嫂子，他在主人家怎么会受欺负呢？要是真受欺负了，我们也会知道的。寄人篱下哪有那么简单？关起门来，谁知道他过的什么日子？嫂子，招待所就在上一层楼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休息。沈墨这行政办事员好像有点怕我。小家伙，借我一支笔呗。沈叔叔说过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他刚才给了我包子。这小家伙看着冷冰冰，像个小古板，心眼儿还挺好。谢谢啦。我的研究终究没办法继续了。认识英文？不认识。来，跟着我念 A B C。 A B C。 哟，过目不忘啊！这个要难一点，慢慢来。冲着学习能力，这孩子智商绝对不低。这么乖巧聪明的孩子，谁不喜欢？我要回去上课了。这几日我都有时间，每天在这儿等你。能学多少，就看你本事。妇科没回来，嫂子可不能先让别人瞧了去。送饭这活必须我来。你没带饭吗？我都是晚上回去吃。那怎么行？中午不吃饭会长不高的。寄人篱下，估计过得很不好。前锋，中午的时候麻烦多打一些饭菜。没问题，嫂子管够。能吃是福啊！以后我娶媳妇儿也得养得白白胖胖，像大白猪一样。副科长可真有福气，讨的媳妇儿漂亮又能吃。要是副科在，肯定更会养。不准拒绝，我吃不完才给你的。每次我都要剩下一些，最后都浪费倒掉了。哎呦，真可爱！跟着我念 A B C。 火车上那位京城厂区直属骨干。副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嫂子都等你好几天了。你就是结婚3年不接我回家的老公？不是厂区值守人员里难沟通那种就好。瞧着他性子温和，好说话，这下解除婚约都能顺利不少。我是沈墨。我是江宁。知道。姐姐，单词我记住了，我要回去上课了。乖，去上课吧。志奇，走，钱叔叔送你去学校。她是沈叔叔的媳妇儿，以后是不是不能来这儿教我了？
沈墨，我们谈谈。好，你想谈什么？谈谈我们离婚的事。为什么想离婚？3年没看我一次，还用多说吗？我们没感情，强行绑着日子也不好过。好的，我今天就会打离婚报告。审批需要时间，你暂时在这待几天。吃午饭了吗？晚饭我来接你去食堂。吃过了。尴尬死了，幸好他同意了，不然能抠出一座城堡。副科长好，嫂子好，嫂子真漂亮。看来厂里早就传遍了我来的消息，突然好后悔答应跟他出来吃饭，不应也不是。他好像还没有对我这么笑过，甚至刚见面就谈离婚。天哪，钱枫坚持给我送饭，简直是无比正确的决定。要不要去外面吃饭？不用了，就在这儿吃吧。旁人都说厂区值守的人粗枝大叶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不挑。没想到他心思这般细腻，连我局促不安都瞧出来了。这个年代粮食珍贵，不能浪费。不知道他能不能吃完，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，吃饱了再硬塞，真是痛苦。粗中有细，放在现代是绝世好男人。可惜我一心扑在科研上，没法接受川叔有老公的事实。离婚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，离婚后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有打算，等离婚申请下来，我会先找一份工作赚钱。你没钱吗？那全部家当了。每个月我都会寄钱给你，你没收到？寄钱？书里可没写过这出啊！3年来你每个月都寄。每个月30块，绝对是重生女主江婷黑了这笔钱。该死的作者！钱没到他手里，怪不得他1分钱都没有，千里迢迢来找我离婚。给我的？这是刚发的工资和任务津贴，一共145块，我给自己留了10块。这么多啊，谢谢啦。我在厂区花不了多少，这些你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科长，坐。你的离婚报告被打回来了，你这臭小子，我就1天不在，你给我捅出这么个篓子，谁让你打离婚报告的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正是你的上升期？你这报告打上去，上头不了解你的人会说你品德有失。幸好老王没把报告往上交，不然我非得被你气死。说说吧，为什么突然要离婚？队里可都在传沈副科长媳妇儿来了，怎么闹矛盾了？报告上扯什么性格不合？今天钱枫可跟我说了，你护媳妇儿护得紧，别人多看一眼都不行。他想离，那意思是你不想离喽？你这小子还真是3个雷放不出一个屁。那你媳妇儿为什么想离婚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了？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，结婚3年，我没回去看她，也没提过要接她来随亲。没有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但有一点我必须要批评你，你每年都有探亲假，3年来怎么就不抽时间去看看？前几年局势乱，没有牵挂在身边，对她才是保护。本想事情平息后再接她，没想到她自己找来了，更没想到我会对她动了心思。罢了罢了，你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你这婚，进来，你这婚是绝对不能离，就算要离，也得等你升到我这个位置了再考虑啊！沈哥，副科你要离婚啊？离啥离？别出去瞎逼逼啊！反正暂时你们离不了婚，你尽快写好家属院的申请书，上头说了，立马能给你批。科长，我能在这儿写吗？这么急啊？看来你小子确实不想离。行行行，写吧写吧，写快点。怎么了？
我还没问他喜欢住楼房还是带院子的平房。这才刚见面吧，你还挺听媳妇儿话，就申请楼房。乡下平房住惯了，来这儿就喜欢住点新鲜的。我还是先征询一下他的意见。沈哥，我记得当时咱们在村口，不是有个女的说嫂子跟野男人跑了吗？原来嫂子没跟人跑，而是来京城见你了啊！闭嘴！那女人的话我半句都没信。现在麻烦的是离婚申请被驳回，怎么跟江宁说？她会不会觉得我在骗她？会不会生气？沈哥，你走慢点，我得去看看嫂子到底长啥样，能让你护成这样。沈哥，这就是嫂子。你嫂子江宁。嫂子你好，我叫杨征途，真没想到你就是我沈哥媳妇儿。刚觉得自己要谈恋爱了，下一秒就直接失恋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我记得你名字。火车上那会儿，他被沈墨拦住了。要是当时能多说几句话，我早就知道定下婚约的那人就是火车上那位京城厂区直属主干。抱歉，离婚的事上面没批下来。嫂子没有大矛盾，上面是不批的。而且沈哥要升科长了，这时候离婚会影响品德评价。断人前程，不得好死，这事确实不能硬来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可以再跟上面争。不能离就不能离吧，以后再离也行。家属院申请下来了，里面比较杂乱，这2天我简单打理了一下。原来你这2天都在处理家属院的事，你等我一下。就2套衣服，一个布袋装完，衣服土的掉渣，但贫穷压死人，有洗漱用品就不错了。沈墨，我们走吧。一个女孩子怎么就这点东西？女孩子生来就是该富养享福的，她跟着我受苦了。这房子放在县市，妥妥算贫民窟。幸好没申请楼房，这隔音，吵个架整栋楼都能排排坐听广播了。哎呦，你就是正要搬进来的沈同志吧？我还以为是哪个嫂子家的孩子呢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长得倒是标致，就是这穿戴，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土包子姑娘啊。秋千，我要秋千，他就找大树挂上；我想养鱼，他就挖坑砌池。原来他这2天不见人影，是在忙着给我弄这些。这个男人也太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吧，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了哪个女人。看到他这么高兴，就不枉我叫上钱锋和杨征途把院子收拾出来，弄了秋千，还砌了水池。这边是一棵大树和一个偏房，夏天正好在树下纳凉养花。这里改成了水池，旁边这块泥土地肥沃蓬松，你可以种花或者种点菜。这是灶房，后面还有一小片后院，厕所就在那边。单了一辈子，突然有个老公，要是真睡在一起，还是挺别扭的。这是厂区配的安家物资，这个房间给你睡，你可以随自己心欲再添这些东西。那你睡哪儿？房间外还有个小屋，我睡那里。这屋子你都打扫过了，怎么不叫我一起？房子太久没住人，很杂乱，不是你一个女孩子能收拾的。我叫钱锋和杨征途过来一起收拾的，没费多少时间。等房子彻底收拾好了，我做顿饭感谢他们吧。如果你不喜欢做饭，我可以做。他竟然会做饭！这个男尊女卑还没褪去的年代，男人都在外干活，他一个副科长居然愿意下厨，绝世好男人，以后会便宜了谁？没有，我挺喜欢做饭的。他待我真诚，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相处是相互的。房子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去百货商场买东西吧。有什么想添置的随便买。好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带你去买些衣服，还有护肤品之类的。你们女儿家不能缺这些。以前妹妹科普过，女孩子喜欢漂亮衣服，护肤品能让皮肤白白嫩嫩的。江宁本来就很白，跟着我不能让她过得不好。男人陪逛街简直要命，他怎么主动提？一个大男人怎么懂护肤品？难道他以前有别的喜欢的女孩子？不管有没有，都跟我无关。既然他主动提了，那就去看看。我早受够身上这件土的掉渣的衣服了。
路这么熟，看来以前没少逛啊。真好看。哎呦喂，买不了那么多就别一直试，穿脏了怎么卖？不都是试过再买？看我穿的破，把我当撒气人了？算了，懒得争辩。果然哪个时代都有看人下菜碟的。先帮我把刚才试的裙子包起来。哎，好嘞，我立刻帮您包好。这是我媳妇儿选的衣服，结账。她试一件买一件。好好的同志，好娇俏的姑娘，就是看着清淡了点儿。要是烫个头，搭点首饰，比电视里的明星还好看。同志，这是找补的钱，你丈夫都一起付过了。哦，谢谢。真羡慕你，你老公对你可真大方，买这么多衣服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我男人可从来没陪我逛过街。生活用品就算了，买衣服还用他的钱，这男人明知道以后我们要离婚的，就不怕我赖上他。刚去旁边买的，试试，不合脚我去换。好。我自己来。这腰稍用点力就能掐断。走吧，去楼上拿一套百花灵，再加一瓶雪白膏。这么熟练，一个大男人以前肯定没少给别的女孩子买。不用买那么多，一套就够了。你们女孩子不是最在乎皮肤，这些必不可少。麻烦再拿一套。不用了，我说一套就够了。怎么突然生气了？啊，就拿一套吧。那边还有一些首饰，过去看看吗？不买了。我在干什么？气他给别的女人买过东西，我都要跟他离婚了，带入的什么角色？管得也太宽了。再买我就真还不起了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我会慢慢还给你的。不用还，这是我应该给你的。以前总觉得他薄情寡义、大男子主义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也不过是个身不由己的人。家里没有看时间的钟，我给你买块表吧。拿几款适合女同志戴的表出来。这个款喜欢吗？自己挑挑看。就这块吧，简单大方。人家帮我找房子，出钱又出力，我还莫名其妙闹脾气，真是有点白眼狼。好了，好看。麻烦把这一块拿出来。以后到了饭点儿，记得看着时间回家吃饭。这个媳妇儿我认定了。现在她还不信跟着我有好日子过，没关系，我会用行动证明。沈副科长，厂里那边急需用车，厂长让您把车交接一下。好，辛苦了。东西太多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先搬一趟。沈哥，嫂子，来的正好，帮把手。之前在火车上还存了点小心思，现在看来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哪配得上啊？看什么？拿东西啊！来了来了！丢出去！哟，沈副科长回来了，这是……刚回来，还有事，先走一步，我们走吧。跑那么快赶去投胎啊？腿长了不起吗？脚怎么了？新鞋磨脚。沈哥，还有什么要帮忙的不？天色晚了，你们先回去。哎，沈哥，我们累死累活帮忙，连顿饭都不管啊！以后再管，现在快滚蛋！得嘞，小钱，妇科不待见咱们走。好软，
温香软玉在怀，当个正人君子真难。抱歉，鞋是我买的，没想到会伤到你。你不用道歉，新鞋磨脚很正常，磨2次穿着就不磨脚了。我带你进屋。你别扛我了！明明有认识的女孩子，连护肤品都会买，怎么行为能这么直男？我可以自己走，磨破皮又不是扭到脚，只要不碰到磨破的地方就不疼的。日常用品那一袋有拖鞋，你帮我拿一下。这男人力气也太大了，这要是哪天惹他不高兴，被他那只手狠狠捏一下，得有多疼啊！那么大块头的一个男人，蜷缩在这儿睡，还挺委屈他的。好香，这男人居然还真会做饭。小心！你被烫伤了？哦，我没事，只是小伤，过2天就好了。面煮好了，其他的我也不太会弄，你先将就着吃点。烫伤不是小伤，你过来。可惜家里没有药膏，要是有治烫伤的药膏，就不用这样干冲水了。还好吗？还疼不疼？从见面到现在，他从没有主动靠近过我。不疼了。不疼了就好，应该只是1度烫伤，只要处理得当，不会有什么影响，连疤都不会留。吃饭吧。我去找李嫂子再借点面条，重新给你下。哎，不用，又不是不能吃。可这已经坨了，汤水都没了。汤水没了照样能吃，我哪有那么娇气？女孩子可以娇气，以前妹妹没到乡下时，脾气骄纵，什么都要最好的。后来她随父母去到乡下，家里没了她的打闹，我才明白，自家女孩子娇气一点又怎么了？反正我能宠着，媳妇儿就更得好好宠着了。哼，还女孩子可以娇气，这得是谈了多少个女朋友才得出来的宝贵经验啊！是不是太难吃了？要不明天我从食堂给你带饭回来吧。等等，这是我今天第2次对他有情绪了，难道我对他还有占有欲这种东西？沈墨，你怎么对女孩子用的护肤品这么清楚？我有个妹妹，家里没出事前，妹妹经常用那些东西，说女孩子的皮肤想要变好，就需要用那些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我就经常给她买这些东西，寄到乡下去。你还有个妹妹？是有个妹妹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家里的情况，有点复杂。5年前家里出了些变故，除了我父母和妹妹都去到晋江市清县的大河村去了。那他们现在还好吗？我只要有时间就会跟他们通信，不用担心，他们没事，最多再有1年，他们应该就能回到京城。那你怎么没想过跟我通信？我给你写过，但你从没回过信。他给我写过信，所以我又误会他了，害了原主一生的只有那个吸血的姐姐江婷，我非要她把吃进去的钱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。至于他为什么不接我去夫家，家里出了那么大的变故，他怎么可能接我过去跟着吃苦？这些我都不知道。没事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这3年一直没去找你。我知道自己有个媳妇儿，可那时候没办法接你，谁知道你在娘家过的是那种日子。我去洗碗。我来，天色已经晚了，你去洗漱休息吧。唉，在这个没有夜生活的时代，一到点家家户户就熄灯睡觉了。我想吃烤串，想啃一头牛。谁？哇塞，完美！这男人的躯体绝对是完美的。哇哦，真不错。这姑娘怎么不知道什么叫害羞？我一大早憋得起来冲冷水澡，谁成想能被她撞个正着。啊，不对，捂错了，我捂自己胸口干嘛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一大早就起来洗澡啊？我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想着你的事心烦意乱，才一大早起来冲凉清醒一下的。以前在医学院，哪怕是面对解剖课的大场面，也从没觉得尴尬。可沈墨刚才那副毫无防备、衣衫不整的样子，冲击力也太强了吧！抱歉，是我冲灵的时候忘记拴好门了。其实媳妇好像对我的身体挺感兴趣。
我洗完了，我去做早饭，你进去吧。见他第一眼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男人就是个不近人情的冷面硬汉。可这几日接触下来，他做的事跟他的形象截然相反，照顾我的想法，竭尽全力给我想要的，甚至还主动做饭洗碗。确实是个不错的男人。江宁，我出门一趟。好，路上小心。不行，我也不能闲着，得出去找点事儿干。大树底下那片空地正好用来种些瓜果蔬菜，右边已经挖了个坑，可以做个水井养鱼，旁边种些花，再搭个架子种葡萄。等葡萄熟了，既能解馋，还能酿葡萄酒，完美。原主这身体质量还真不错，看来是做惯了农活养出来的底子，干起活来一点都不虚。这些粗活我来干就好。也行，这种活确实你们男人干起来更麻溜。那这些给我吧，我拿去厨房放好。有点重，我拿进去吧。没事，我拿得动。你弄院子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男人心思真够细的，把调料买得这么齐，这下做出来的菜绝对好吃。在这个年代，这些零食可都是奢侈品啊！这一袋子零食的钱，估计比刚才那袋调料贵了好几倍。沈墨这是把我当小孩子在养吗？小沈，小沈在家吗？嫂子，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我过来给你送点自家种的小白菜和梅干菜。你这小子，刚才去我家还面条走得还挺快，放下东西就没影了是吧？我听老李说你媳妇儿来了，今天我赶紧来认认脸。哎呦，好俊俏的姑娘，简直跟那挂场的美人一样漂亮，我就叫你小江吧。嫂子家院子里种了好多菜，以后你们家里的菜要是不够吃了，就直接上嫂子家拔去，千万别跟嫂子客气啊。好，谢谢嫂子。小沈之前啊，在厂里一直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现在你来了就好了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身边总算也有知心人陪着了。我会对阿莫好的。他叫我阿莫，他说会对我好。哇，这梅干菜油润乌黑，香味醇厚，绝对是纯手工自制的极品，在现代可是很难见到这么地道的货色了。这不梅菜扣肉的材料齐活了，我去做饭啦。这香味竟然比国营饭店大厨做的菜还要香，媳妇儿竟然这么会做饭。沈墨，吃饭啦！端一碗给李嫂子吧，人家给了梅干菜，没有这梅干菜，我也做不出这扣肉来。好，媳妇儿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哟，这孩子原来也有朋友啊，我还以为他在这院里是个独行侠呢。你抓不到我，快点快点！志杰，摔到哪儿了？别乱动。没事，不疼。多好的大白米饭啊，就这么被糟蹋了。走，去姐姐家吃饭。臭小子，这就不认我这个老师了。哎，我好伤心啊。没有姐姐，我身上有点脏，每次我弄脏衣服回去，婶婶都会骂我，我只能自己去冰冷的水池边搓。我本来只是想跑快点赢游戏的，没想却摔了一身泥，还把饭给砸了。擦一擦，这样不就不脏了？沈叔叔，志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身上这是怎么了？刚刚在跟几个小孩玩游戏，不小心摔倒了，盒饭也弄脏了，我就给带回来了。摔到哪儿了？告诉叔叔。没事，不疼。好啦，折腾这么半天，我们先吃饭吧。江姐姐和沈叔叔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我只是个别人家的孩子，不应该去打扰他们的生活。好大的一片肉，怎么不吃？看着我干嘛？怎么不吃？快吃，不够盆里还有。这饭量旁人看了估计得吓一跳，甚至担心养不起。不过他工厂那么辛苦，少吃这一点都不行。
自己做的饭菜被人一扫而空，这就是对厨艺最大的认可啊！姐姐，我来帮忙。家务活什么的，男孩子就该从小培养。我在家你就别干这些脏活。志奇，过来把草弄到这里面，然后端到后院去。来啦！行吧，那我也乐得轻松。原来是水泥，拔草我还能干，这砌水池的活我可真干不了。今天一早撞见的画面不能再想了。上来，辛苦啦，奖励你的。江姐姐好像真的很喜欢摸我的头。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妈妈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被妈妈关心的感觉。王叔叔家也有这些，但是王婶婶和王奶奶从来没有给我吃过。这孩子早熟，也不知道爱不爱吃这些零食。江姐姐，怎么了？有话说话。一个男子汉怎么像女孩子一样扭扭捏捏的？我不像女孩子，我力气可大了。所以你刚才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可以继续跟你学英语吗？什么？我可以继续跟你学英语吗？行啊，只要别喊苦，我可以一直教你。这小家伙求学心还挺旺盛的，摸鱼打鸟的年纪竟然不贪玩。外面连个桌凳都没有，走，我们去屋里写。这孩子真聪明，悟性好好，学得也快，真是让人越来越喜欢。志奇呢？志奇跑了，这孩子火急火燎的，也不知道干嘛去。媳妇儿好像很喜欢看我的身体，没关系，媳妇儿可以随便看。应该是去王科长家吃饭了。志奇怎么养在别人家？他父母家人呢？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。至于他爸，3年前出意外也离世了。我以为他只是暂时寄养，原来是因为父母离世才不得不寄人篱下。江宁，怎么了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经常让志奇到我们家来吃饭。可以啊，我挺喜欢志奇那孩子的。老师来的啊！哎，妹儿，进去，哎。你一个几岁大的娃娃，吃1碗就够了，吃2碗撑着怎么办？到时候又说我们家照顾不周。中午在江姐姐家，她给我盛了一大碗白米饭，我刚才吃的那一碗，连江姐姐给我盛的一半都没有。真自律啊，一早就起来运动了。我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，看看腹肌怎么了？哎呦，想啥呢？不行，再看下去就要出大事儿了。我好像挺喜欢这种一个人忙忙碌碌做食物的感觉，这跟在实验室里面对那些冷冰冰的仪器和液计时完全不一样。沈墨，你再给灶里添一把柴火。我见过很多人做饭，但从没见过谁像媳妇儿这样，就算是忙忙碌碌的，也一点都不显得狼狈。媳妇儿真好看。怎么感觉沈墨是在故意诱惑我？不对，一大早起床运动很正常呀，流汗也会很正常。江宁，你别瞎想。包子马上要好了，你去洗个澡就出来吃饭吧。啊，好烫！我体温比常人高。你快去洗澡吧。都说男人洗澡很快，几分钟就解决了，他居然洗了这么久，看来是个爱干净的。我最讨厌那种满身臭汗的臭男人了。不过刚才他添柴烧火，满身是汗的时候，我居然一点都不觉得他臭。怎么媳妇儿做什么都这么香？口水流出来啦！逗你的。之前总觉得他跟我透着股疏离感，现在终于有点夫妻的样子了，真好。尝尝好吃吗？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唇齿留香，味道鲜美。如果你去开店，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着抢着买。
谢谢夸奖呀，不过我可没有开包子店的想法，那也太累了。你真想开也不行，太累了。只要碰餐饮就没有不累的。媳妇儿细胳膊细腿的，我可舍不得让她受那份罪。我喜欢做饭，但最讨厌收拾这种烂摊子。沈墨这点真不错，有眼力劲儿。江妹子，门没关，嫂子进来吧。哎呦，那小子运气可真是好上了天，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？江妹子，你这是在哪儿耍什么呢？这是八段锦，可以强身健体的。八段锦？就这么随便伸伸胳膊抬抬腿，耍耍就能强身健体？在这个年代，中医和这种传统养生功法似乎还不普及，强行解释他估计也听不懂，也就是耍着玩玩，活动活动筋骨。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看你耍，都差点忘了我是来干嘛的了。江妹子，昨天你送了那么大一碗肉，我也没什么好东西谢谢你的，这是我今天刚烙的梅菜肉饼，你可千万别嫌弃。嫂子，您说的哪里的话？如果不是你昨天给的梅干菜，我那碗肉也做不出那味儿呀。嫂子，那梅干菜多着呢，吃完了直接过来拿，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对了，我等会儿准备去捕鱼，等捕到了给你送一条新鲜的过来。捕鱼？是啊，咱们这附近有条小溪水活，里面有不少鱼呢。李嫂子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好啊，我带你去，还可以教教你怎么网鱼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回去多拿张渔网给你用。嫂子，我去上面转转。行，路滑，你注意安全啊。现在的溪水真是清澈干净，完全没有被后世那种铺天盖地的垃圾污染，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。唉，幸好我刚才没有生出尝一口这原生态野外溪水的想法。快把你怀里的鱼给我看看，那么大一条，别这么小气，快给我看看嘛！喂，都干什么呢？赶紧给我松手！谁教你们这么霸道的？在水里瞎折腾，真出了意外怎么办？你担得起吗？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家教2个字怎么写吗？你别过来！我要告诉妈妈，我要告诉奶奶。志奇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伤到呀？他们是不是经常这么欺负你？以前他们抢我东西，大人永远只会敷衍我，从来没有人像江姐姐这样护着我。我没事。都擦破皮了，还叫没事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水边很危险吗？我来抓鱼。姐姐，你家院子里的水池不是要养鱼吗？我知道这条小溪里有种漂亮的鱼，可以抓回去养到你家的水池里。你是为了给我抓鱼养才跑来这儿的？这鱼是给江姐姐的，我绝对不能给他们。江姐姐肯定生我的气了，就算她现在要骂我，我也认了。谢谢志奇，这鱼姐姐就收下啦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哎呀，哦，好险！谢谢我们志奇小勇士。江妹子，我把鱼放你桶里啦。哎呦，你身上这是怎么了？摔了吗？小事儿，不小心划了一下。李嫂子，你怎么给2条？1条就够了，我也没出力帮忙捕鱼。没事儿，2张网网了4条鱼，你2条我2条，够吃了。行，谢谢李嫂子。志奇，你把鱼放桶里吧。哎呦，这鱼怎么跟黑乎乎的草鱼不一样啊？身上还带花纹的，还挺好看嘞。这是七星雷龙鱼，不是草鱼。江妹子，你懂得真多。哪个天杀的动了我家乖孙儿？奶奶，就是这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华、美得发昏的姐姐，太吓人了，把我吓尿了。就是你吓到了我家孙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孙子手指头都快戳到我脸上了，你还问是不是我？眼睛不要可以捐了。哟，不装了，承认你动我孙子了。666，我都没出手，你想说什么呢？你个没教养的，素质极差。
这位老奶奶，年纪都这么大了，别这么大火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，血压飙升，那可就得不偿失啦。既然你承认教训了我孙子，就给我孙子道歉。这位老奶奶，你怎么不问问你孙子，我为什么要训他？我可是个文化人，你家孙子犯了错，我才教训他的。对呀，三婶儿，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说清楚的好。就算我家孙子犯了错，你也不该这么吓唬他。他又不是你家的孩子，要教训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万一是闹出人命的大错呢？难道真要等出了意外你们才教训他？子不教父之过，我看我应该找你家当家的聊聊了。是啊，什么闹出人命的大事？我家孩子才多大，怎么可能会闯出这种大祸？行啊，那你问他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小天儿，你说他为什么训你？在上面霍志奇抓了一条鱼，我就想着把鱼带回来给奶奶，可是志奇不给我。奶奶，你明明说了，志奇的东西就是我和小弟的，他为啥不给俺鱼嘛？我们就是简单闹着玩的。可这个美得发昏的姐姐冲上来就凶我，吓得我滚在泥里。这王奶奶平时仗着儿子是科长，爱贪小便宜就算了，怎么教孩子也这么教的？抢人家东西还理直气壮的，可怜了志奇那孩子。那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该随便训我家孩子。你先给我家小天道个歉。王婶儿，你这事儿做的也太不厚道了。是你家王小天在水里抢东西，多危险！你们不先道歉，怎么还一个劲儿的逼着江妹子道歉？人家江妹子脾气好，就该受你们祖孙俩欺负吗？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我听我家儿子说，王科长家这孩子在学校还经常扯女同学小辫子呢，霸道的很，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家孩子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？他还小，有时候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的。志奇，这件事你想怎么办？江姐姐，我没事，但我希望王小天给我道歉。听到了吗？过来，给志奇道歉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让他道什么歉？再说了，志奇也是我们家的孩子，兄弟之间那些小打小闹也不过分吧？道歉，否则这件事我就告诉你爸，到时候那就不只是道歉那么简单了。对不起，没出息的东西，走回家。江妹子，志奇回去恐怕要挨训了，毕竟谁家不更心疼自己的亲孙子啊？既然有缘分，我就不能不管，大不了等沈墨回来，让他去王家好好说道说道。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志奇，走，跟姐姐回家。去姐姐家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那个叫江宁的，是你媳妇儿吧？是。这气场肯定能镇得住江宁，看我怎么挑拨，让他回去好好发通火。小沈啊，你可得管管你家媳妇儿了。这女人啊，就是越放纵越得寸进尺。瞧瞧，这才刚来，就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，还敢跟我一个长辈呛英。你要是再不好好管管，我看她以后都要骑到你头上跟你呛英了。而且呀，她长得这么招摇，说不定以后还给你戴绿帽呢。我媳妇儿的人品，还轮不到外人来说三道四。毕竟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小沈啊，我看你还是多个心。王奶奶，江宁是我媳妇儿，你刚刚的话是对我媳妇儿的侮辱。以后要是让我听到这种侮辱我媳妇儿名誉的话，我不介意送你去局子走一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提醒你，你还不领情？你媳妇儿长得那么招摇，一看就不是个安富过日子的人。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们现在去局子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去，放开我，我不去。这是一次警告，你再污蔑我媳妇儿，我们就局里见。你干什么？我不会跟你去的。暂不说我媳妇儿不会找别的男人，要是她突然哪天找别的男人了，也是因为我对她不好了，让她失望了，所以她才不再选择我，那就是我的问题，我不怪她。江姐姐这手法，要是抽我屁股我也认了。志奇，啊，怎么啦？稍火，我们今天吃麻辣水煮鱼。快吃，沈叔叔还有一会儿才回来，先垫吧垫吧。
这小子没长手，洗个碗还要人喂糖。我在家干活怎么没这待遇？回来啦，洗手吃饭。志奇，专门给你蒸的。志奇，你少吃点儿，太辣了，当心胃受不了。他没那么娇气。孩子肠胃弱，你多吃点。原来你这么能吃辣啊，连辣椒都直接嚼了。那我以后多放点。今天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谁跟你瞎嚼舌根了？回来的路上，我碰见王老太太了，她跟我说了一些话。是不是说我打他孙子的事儿？这事儿对你影响很大吗？他孙子？原来你不知道啊！我今天教育了他一下。王小天欺负志奇，还抢他的鱼。志奇，他们经常这样。没有经常，我把抓到的鱼给他们，他们就不会动手。现在的熊孩子就是欠揍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你去哪儿？去河里挑水，家里的水养不活野生鱼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志奇，你好好看着家啊。以前在王家，只要我一个人在，所有门都要上锁，生怕我偷东西。要不我们收养志奇吧？反应这么大，你没想过收养志奇吗？江宁，你真的愿意收养志奇吗？愿意啊，不愿意我提这个干嘛？收养这个孩子，我们就需要对他负责到成年。我们要教他分好坏，教他品德。教养一个孩子不是过家家，是一个担子落到了身上。江宁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他大可以顺水推舟，但他选择把最重的责任摆在明面上。这个男人靠谱。沈墨，我真的想好了。照顾孩子费心费力，既然有了，就要好好教导。志奇都8岁了，又不是奶娃娃，还能帮我做家务，费不了什么神。正好我对生孩子还挺恐惧的，养志奇就当提前练手啦。无痛当妈多爽！提前练手，他以后是有生孩子的打算吗？如果是跟我就好了。这孩子怎么这么矮？明明和小天小地同岁，却比他们矮了半个头不止。志奇，你沈墨沈叔叔提出想要收养你，你想去吗？真的是沈叔叔说要收养我的吗？他打的收养报告都在我这儿。如果你不想去沈墨家，我可以帮你回绝了。你不去，我要去，我想去沈叔叔家。行了，你出去吧。这孩子居然这么痛快就答应了，我以为他在王家过得不错，平时都是老娘和媳妇在管，我去后院问问情况。你这孩子今天怎么回事？烧个柴火都烧不明白吗？小天、小地，饼已经凉了，快吃吧。看什么看？烧好你的火，不然今晚饭都不给你吃。今天小天挨打，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惹出来的。妈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对孩子的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怎么对孩子了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给志奇吃饼，还推他？这孩子不听话，我推2下怎么了？都是王家的孩子，你这么偏心那俩小子干什么？我就偏心自家亲孙子，怎么了？我就偏心怎么了？妈，我都跟你说好多次，让你送走这孩子了，你偏不听。吃穿住行哪一样不需要花钱？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怎么能用在外人的身上？既然这样，志奇，明天就搬去你沈叔叔家里吧。搬走？那感情好，是住小李家隔壁的那个小沈啊。哼，小沈家那个媳妇儿可不是好相处的。至于小沈，也很听他那媳妇儿的话。你这小兔崽子，过去恐怕没什么好果子吃。你属狗的！
姐姐人很好。呸！不过就是帮了你一次，就觉得人家好了，哼，真是养不熟的。等你到他家去，你看他还会不会对你好？谁会真心对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孩子好？我就等着看，到时候别哭着求着想回来，我家可不收留。以前妈妈去世后，我暂住舅舅家，可没过多久，好吃的肉食全都会偷偷藏起来，只有爸爸从厂里寄生活费回来，我才能分到一点肉吃。后来爸爸接我住进厂里职工大院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光。爸爸车间抢修设备因公牺牲，成了劳动模范。书上说舍身救人的是英雄，我打心底为爸爸骄傲。王叔叔家一开始也对我很好，后来也变了。沈叔叔对我好，江姐姐对我也很好。可是如果江姐姐后来也变了的话，我可能真的会哭。等今天下训后，我就去接志奇回家。这么快？要晚2天吗？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是着急了点。孩子房间都还没给他腾出来呢，你让他到家了住哪儿？快去把你住的那个屋子收拾一下，给志奇住，再给他换一床干净的被褥，然后再给他打个小衣柜。孩子总得有点自己的隐私嘛。对了，你看能不能再给他弄一张小书桌，放那屋里。愣着干嘛？快去收拾啊！不对啊，我的被子抱出来了，那我睡哪儿？你站这儿干嘛呢？把东西放屋子里去啊！放哪儿？屋子里啊，衣服放衣柜，我给你空了一些位置出来。被套记得取了，要洗一下。果然跟他人一样梆硬，怎么不敢进去啊？等志奇搬进来，我们还要睡一起呢，你这样怎么行？睡一起？好啦好啦，不逗你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女孩子的房间。以前在家，我也只在门外敲门叫她吃饭，站在这里，真是不习惯。媳妇说了要一起睡觉，不习惯也得习惯。你今天什么时候下工？要早点去接志奇的话，我可以早点回家。那你应该来不及跟我去一趟百货商场了。我打算给志奇买一些生活用品，还有书包、衣服什么的。我让前锋开车送你去，你一会儿到家属院门口就能看到他。这些钱你先花着，等你回来了，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。再待下去，身体就要不受控制了，必须赶紧去跟那群工友练练，把这股邪火压下去。上次给的100多，还1分没动呢。这男人还真大方。以前在实验室，女同事天天吐槽老公连奶粉钱都不给，要钱就被骂拜金，搞得我都恐婚了。哪知道川叔成了已婚妇女，沈墨却完全不一样。要是真睡一张床，他不得刨个坑把自己埋了？肤浅就肤浅呗，这种被老公拿钱砸，安心躺平的感觉，好像也不错。嫂子好，这是妇科吩咐我给你带的早餐。一早上忙着搬房间，又把他逗得跑了，我都忘了吃早饭。这男人心真细。同志，麻烦拿适合7、8岁男孩穿的尺码，身高大概这么高，偏瘦。这么多东西才花了25块钱，这物价真感人。同志，用这个装吧，好拿些。好嘞。江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江婷，还有他旁边这位，应该就是书里的男主林宇斐。这世界可真小啊！我以为同在京城也不容易碰上，没想到随便逛个商场都能撞见。这书里的男女主，上辈子你亲口说对林宇斐一见钟情，现在他可是我的了，也不过就是细了一点，无所谓。上辈子你的美好人生，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是你偷走了我的人生，让我悲苦一世。正愁找不到你呢，拿了沈墨3年的钱，碰上正好要回来。你好，我叫林宇飞。哦，你好，姐姐。怎么了？我丈夫这3年寄回家的钱都是你收的，
你是不是该把钱还给我了？什么钱？我没有收过钱啊！一个月30块，记了3年，算了算利息，我要的不多，你就给我1500吧。1500？你讹诈呢？什么钱啊？什么利息？妹妹，你别污蔑我。于斐，妹妹跟我开玩笑呢。是不是玩笑？姐姐心里清楚哦。等我拿了回款收据，上面一笔一笔可记得清清楚楚，邮局那儿也能查到收款人留下的名字。妹妹走了，我们下次见。林队长，原来是沈副科的下属。于斐，你认识刚才那男的？是厂里一位副科长的厂办干事，见过几面。你妹妹刚才说的是真的？妹妹真的是跟我开玩笑的。于斐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刚才那个男人跟着我妹妹，想来应该就是妹妹的丈夫了。丈夫？长得这么漂亮，眼光却这么差，竟然看上一个打杂的厂办干事。对啊，妹妹3年前就跟人领证了，在农村过不下去了，她就跑到京城来找她丈夫了。厂办干事1个月工资也就36块左右，怎么可能每个月寄30块回去？江宁在撒谎。你认识林于斐啊？认识啊，是厂里的林队长，他最近休假回老家，听说是去见未婚妻了。刚才嫂子聊天的时候，我偷偷瞧了一眼，现在一推敲，林队长的未婚妻竟然是嫂子的姐姐，还真是巧了，给巧他妈开门，巧到家了。是挺巧的。林队长带他的未婚妻来京城，肯定也会申请家属院吧？那到时候嫂子你就跟你姐姐住一个家属院了。住一个家属院，那干脆好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倒是更方便我把钱要回来了。这个年代的1000多块，相当于后世的几万块了，休想赖账。车可以开进家属院吗？可以啊。能开进去最好，少走几步路，我也乐得自在。钱枫，今天辛苦你了，留下来吃个午饭吧。不了，嫂子，我得先回去了。那行，拿着，就当谢谢你了。嫂子感谢人这么奢侈的吗？谢谢嫂子。有我想要的风格了。今早让他把房间收拾一下，看来是找人帮忙了。有人帮忙，可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。媳妇儿真贴心，知道我渴了。谢谢，你就是江宁同志吧？小沈的媳妇儿。您好。李科长，李嫂子的丈夫。李科长，我经常听嫂子夸你，说你下海捕鱼是一把好手，他的捕鱼技术都是你教的呢。没错，我媳妇儿捕鱼技术是我教的。夫妻俩好好过日子啊，别整天板着一张脸，多吓人。还有一点，绝对不能欺负你媳妇儿。江妹子，别怕，这小子要是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，我给你撑腰。我年龄比他大，他就得听我的。好嘞，谢谢李科长。整天板着脸吓人，我倒觉得挺冷酷、挺刚毅的。不过欺负我，你会怎么欺负？再靠近一点，他都能听到我的心跳声了。不，不会，也不敢，而且不都是你欺负我？我哪有欺负你啦？我口渴了，还没水喝。猛男撒娇，活久见啊，好可爱。媳妇儿的脑子跟别人可能不太一样。辛苦啦，先吃颗糖，我给你倒水去。家里准备了专门自己喝水的杯子，也有招待客人的杯子，卫生第一。我去接志奇。好，你快去吧。排骨汤最适合给小孩子补身子。志奇个子那么小，明显是营养没跟上。
多吃点好的，个子自然就长了。嫂子，你都买肉了，干嘛还要买这没多少肉的骨头啊？你不懂，这可是好东西。昨晚王奶奶的话还在耳朵边响，我会不会又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另一家去？你们回来啦，洗个手，快过来尝尝咸蛋。尝尝，有盐味吗？好吃。你喝汤。好啦，开饭。志奇，你跟我来。沈墨，你把菜端上桌吧。哎，江姐姐要带我去谈话了，就像刚到王叔叔家时一样。王婶婶让我不要调皮，王奶奶警告我不要动家里的东西，不然就把我赶出去。来，试试看，带子会不会长了？长了的话，我给你改短一点。看着长短还算合适。果然，售货员挑的尺码没错，这是给你买的新毛巾、新杯子、新衣服，还有新书包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在王家的时候，我只能捡王小田他们不要的东西，破洞的书包，写到只剩拳头大的铅笔头。好啦，这是你的东西，又不会跑。等吃了饭，再把这些抱到你房间去。谢谢姐姐。叫什么姐姐？你现在养在我家了，应该叫我婶婶。不对，叫妈妈。以后你就是我儿子了。妈妈，我已经很多年没叫过妈妈了。适应新家庭哪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，一来就让一个几岁大的娃娃叫妈，好像是有点尴尬。还是叫我婶婶吧，快进屋吃饭。家里总算送出去一个大麻烦，我就不信真有那种心甘情愿掏钱养个没血缘关系孩子的人家。一开始都会做点表面功夫，等过几天我再去那小沈家看看，看那个女人怎么苛待那小兔崽子，到时候我再大肆宣扬一番，看她在这家属院还待不待得下去。这屋子看着不大，没想到你一个孩子住刚刚好。前几天沈墨睡这儿，他个子太高，体格又大，一进来就显得房子小，还真有点委屈他了。来，志奇，你坐到凳子上试试，看高矮合不合适。在王家，房间里也有书桌，但那两兄弟从来不准我用。这还是第一次，沈墨没有回家吃晚饭。都快10点了，这男人怎么还没回来？今晚就要睡一张床上了，我还有话想跟他说呢。在现实哪里接触过男人，也就见过猪跑，没亲身体验过。沈墨刚走，我还以为昨晚他回来是我在做梦。志奇，你沈叔叔呢？沈叔叔煮了粥和鸡蛋就离开了。离开了？一般7点才走，今天这么早，难道是在躲我？不就是逗了他几下吗？脸皮怎么这么薄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这是家里仅剩的3个鸡蛋了，看来得去供销社补物资了。你干嘛呢？我怕你不够吃，烤了2个红薯。我是猪吗？哪能吃了那么多东西？虽然嫌弃烤红薯麻烦又容易弄脏手，但架不住它又甜又香啊。学校不远吧？不远的。那你记得中午回家吃饭啊，别一个人偷偷跑到什么地方去写作业。江妹子，去哪儿啊？
家里没菜了，得去一趟供销社。巧了，我也要去一趟供销社。我家那口子说馋我炖的猪蹄汤，我打算去买个猪蹄儿，炖好了给他送厂里去。那我们一块儿去。哎，王老太太那天找你茬的事儿，小沈回家跟你提过这茬没？当天回家，沈墨就跟我说了。那小沈没跟你说，王老太太具体跟他说什么了？他们说什么了？那天我也是恰好路过，听了个全乎。那是王老太太什么人？大院的嫂子们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尖酸刻薄，说的话也不中听。嫂子跟你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嫂子，你说我不会生气的。前2天小沈下班回家的时候，那老太太拦住小沈，说你是小妖精，还说你不安分，让小沈好好管管你。哼，那老太8成是在你这儿吃了鳖，心里不爽，想要找补回来，才找上了小沈，让小沈管你。你都不知道，小沈说完那些话的时候，那老太太的脸憋得比柠檬还要青。那王老太绝对不可能对我说什么好话，小妖精都算轻的，最重的肯定是那种造谣我会勾搭别的男人的话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沈墨若真把那些话听进心里了，我还真没招。但他却能对王老太太说出我选择了别人，也是因为他对我不好这种话，这种超前的思想，在这个年代还真是少见。你买菜干什么？嫂子家种了菜，你到嫂子家来拔不就行了？那怎么行？家里的地刚开垦出来，还没种菜，我总不能天天去你家拔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家2块地都种了菜，每天吃都吃不完。等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家送。不过有些菜我家没种，你看看需不需要买些什么？李嫂子，你别动他，他的胳膊应该是脱臼了。那我赶快把他送卫生所去。别慌，小姑娘就是右胳膊脱臼了，其他地方只是轻微擦伤，脱臼只要复原就好了。李嫂子，你把她扶起来，千万不要碰到她右胳膊。楠楠看，这是什么？嫂子，你把糖喂给她，糖甜不甜呀？甜。好嘞。试试动动胳膊，还疼吗？哎呀，楠楠快动动！妈妈真的不疼啦！哇，江妹子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！举手之劳。是啊，冯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摔脱臼了？李嫂子，对不住，这孩子刚上育红班，我们一个没注意，他就跑出来了，然后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江妹子，李嫂子，这也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这点菜算什么？你给我家楠楠治好了胳膊，我还应该谢谢你，请你吃饭才对。等会儿我去厂里给我家那口子送饭的时候，跟他说一声，等定好了时间，嫂子就来叫你啊。拿着，刚摘的，新鲜。慢火炖上1个时辰就好了。以前在王叔叔家2、3天才有一顿肉吃，而且还得是王叔叔在家的时候才有。江姐姐居然每天都做肉吃。江妹子，刚才萝卜给你装掉了，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嫂子等等，沈墨还没回家，我跟你一起去送饭吧。这感情好，那你快装吧，我们一起去厂里。志奇，你乖乖待在家里，我去给你沈叔叔送饭。下午我要是还没回来，你就自己关了门去上课。哟，
李嫂子，这妹子长得真俊啊！那是，好看吧？有李嫂子在前面冲锋陷阵，我只需要在后面当个微笑娃娃就行了。说了多少次了，进门要敲门。这不是午休时间吗？你看平时我还是会规规矩矩敲门的。沈复科，工友们让我问问你，下午什么时候开始训练？要是能晚1个小时开始训练，那就最好了。告诉他们，提前半小时开始训练。啊！我有负兄弟们的嘱托，我是罪人。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呢？我说你不回家睡，在我这睡什么？训练了一上午，不累不饿吗？吃了几天媳妇儿做的饭，再吃食堂的饭菜，简直味如嚼蜡。昨晚没回家，难得在食堂吃了一顿，毫无食欲。你到底是想累趴他们，还是累趴你自己啊？昨晚在厂里拖了半天才回家，结果温香软玉入怀，惹得我根本睡不着觉。他倒睡得香甜。今天一大早起来做了早饭，只能跑到操练场摇铃训练，把精力全发泄出去。不对劲儿，这小子自己好像都有些吃不消了，下午还要训这么狠，很不对劲儿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你小子快去食堂吃饭吧，你嫂子等会儿要过来给我送猪蹄汤了，别到时候缠着你。吃是吃不下了，再去训练场上待会儿吧。要是媳妇儿也能像李嫂子一样来给我送饭就好了。本来想随便找个工友问沈墨在哪儿，结果被李嫂子直接拉到科长办公室，说在这里吃有坐的地方。哎呀，早知道刚才就不把沈墨给赶走了。去，把沈复科换到办公室来。是。江妹子，这2天你跟沈墨闹矛盾了吗？没有吧？夫妻之间闹矛盾必须快速解决，否则会影响感情的。你别板着一张脸，吓到江妹子了。我看就算是闹矛盾，也是小沈的问题，都不回家吃饭了，江妹子还心疼他，专门送饭过来呢。科长，沈复科刚才在操练场上韧带拉伤了，这会儿在医务室。拉伤？麻烦你带我去医务室。本来想亲自过去看看，但人家媳妇儿在这儿，哪轮得到我去看？这是沈复科的媳妇儿，你带她去吧。哦，请跟我来。麻烦帮我叫个男医生过来。我记得厂区医务室大多都是男医生，什么时候出现了个女医生？沈墨，是我呀。你还记得在原来厂区救下的那支医疗小队吗？我就是那小队中的一员。抱歉，印象不是很深刻。没关系，不记得就不记得吧。你好，我们现在认识一下，我叫严丽月，谢谢你当初救了我。不用谢。我都忘记你肩膀拉伤了，你先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检查检查吧。不用了，只是轻微拉伤，自己涂点药油就好。要不是被手底下的工友看到，非逼着我来，我根本不会来。沈复科，难道你还害羞啊？在我们医生的眼里，男女都是平等的。媳妇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回家吃饭，我来给你送饭啊。难道我不能来吗？昨晚回家很晚，今天又一大早走了，中午也不回家吃饭。其实我是想重整一下心情，怕每天看到媳妇儿却碰不得，早知道还不如不躲着。没有不能来。刚到就听说你拉伤了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到了医务室门口，就听到里面的女生说别害羞，我才直接推门。不过眼前这一幕还不算失望，至少沈墨很坚守难得，没让别的女人碰他。哪里拉伤了？过障碍的时候稍微走了一下神，不是什么大伤。他受伤的地方你别按，疼不疼？不疼，就是轻微的拉伤，涂点药油揉一会儿就好了。明明医务室是我的地盘，但自从这个漂亮女人进来后，
沈墨就没再抬头看我一眼。吃吧。没有药油吗？有。你真的会揉吗？要不还是我来吧。要是手劲不对的话，会没有效果的。不用，我会。沈墨这张脸，怎么可能不招蜂引蝶？这桃花可真够执着的。啊，你不吃辣？那你把辣椒和白菜丢掉吧，我炒的还挺辣的。这女人连沈墨的饮食习惯都不了解，迟早得离婚。不是说不能吃辣吗？辣椒刺激味蕾，很开胃，饭都能多吃2碗。媳妇儿，你做的就算是辣椒也好吃。我出去了，你们涂完药油就离开吧。坐好，怎么不吃了？没。医务室里本来全是消毒水的味道，可现在全被他身上的香味取代了。这样就行了，其实不用在意，训练的时候难免会磕伤碰伤，过2天就好全了。这香煎半漏的，怎么感觉像是我在调戏良家妇男？成分太杂，有些刺鼻，估计效果也不是特别好。这些伤疤，他是经历过几番生死，太不容易了。今天是我第3次叫媳妇儿了，他一次都没有反驳，那就证明我可以一直叫媳妇儿了。我不希望他心疼疤痕，我希望他多心疼我。这医务室的药油效果太差了，他们经常训练，难免磕着碰着。按照现在的条件，我自己调配药油应该也不麻烦，效果肯定比这里的好。以后再有磕伤碰伤的地方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不用去医务室。好的。这么听话，说什么应什么，真让人忍不住想逗他。不回家吃饭说一声。好的。有事说一声。好的。干什么事之前都跟我报备一声。好的。你厂里的事肯定都要保密，你大可不必这么实诚。只要不跟机密事务有关，我都会跟你说一声。怎么感觉自己一步步的，好像在走入什么陷阱？训练重，我晚上也来不及回家吃饭了，回家可能也比较晚，你早点休息。这就开始报备上了。小沈真听你话，你们这对小夫妻刚才的互动，把我都给看脸红了，都让我想起刚跟老李处对象的时候了。李嫂子这开心的样子，简直像极了我在现实磕 CP 的样子。只可惜我以前磕的 CP 都 BEE 了。昨晚就是这样，愣是让我一晚上没睡着。今天一大早只能跑去厂里。一大早就看到这么赏心悦目的东西，搁谁心里不美？我能美一整天。怪不得网上常说，宁嫁一穷二白的美男，不嫁大腹便便的富豪。这才不过2、3天的时间，这孩子肉眼可见的开朗了许多。咋呀？他脸这么红，一大早打拳打热了？看着我干嘛？媳妇儿，你这打的是什么八段锦，强身健体用的。志奇，想不想学这个八段锦？看好了，先看我做一遍。真聪明。江姐姐就像一束光，像是能穿过所有东西的那种光。妈妈走得早，我记不太清她的脸了。后来好不容易到了爸爸身边，爸爸又走了。从小受欺负了，没有父亲替我出头，没有母亲细心开导，本以为这辈子都会这样了。可沈叔叔跟我说，以后再有人欺负我，就用他教的拳法保护自己。江姐姐则会因为我做了什么夸我，会因为我洗干净了碗夸夸我。经历了这么多不幸，
或许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刻遇到沈叔叔和江姐姐。于飞，申请下来了吗？我的职级还没达到能带人入住家属院的资格，不过厂区说了，我这些年的贡献可以批一间屋子暂住，但仅限于有房源的时候。能批下来就好，至少不用花冤枉钱租房了。于飞，那我们尽快申请搬进去吧。好。于飞，可以给我一点钱吗？我想买件衣服。你不是从老家带了一些衣服过来？就想买件新衣服嘛。我其实是看上了上次遇见江宁穿的那件裙子，特意去商场找到同款，心想我穿肯定更好看，奈何身上钱不够。好，明天给你10块钱，自己去买。可以再多给5块吗？好，明天再多给你5块。近1万块，在这个年代，这可是妥妥的万元户啊！我平日里手头一直紧巴巴的，竟能遇到愿意把全部积蓄都交给我保管的人，就不怕我都用掉了？随便花，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，等以后家里的积蓄都归置妥当，我的那份也都交给媳妇儿。这个男人太好，好的让我挑不出一点错处。得找工作了，昨天医务室倒是给了我启发，等找时间问问李嫂子，卫生室招不招人？前几天我碰巧帮她的女儿治好了脱臼的胳膊。去李嫂子家吃饭，走吧。李嫂子说要请吃饭，没过2天便上门来请我们了。弟妹这医术真是绝了，我家丫头那胳膊多亏了你，快尝尝嫂子的手艺。媳妇儿还会治病救人，怎么感觉一直有人在看我？男人们干活去，咱们女人坐下好好唠唠。来，嗑瓜子儿。李嫂子，这边有葱郁茂盛的大山吗？大山有啊，厂区的后方就是一整片大山，我们这儿走过去的话，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。好，我晓得了。沈墨去厂区上班了，我也准备背着篓子上山去找药材了。江姐姐，我也去。你不是放假？沈叔叔不在家，我是家里的男子汉，得寸步不离保护好江姐姐。好，跟上。江姐姐，这边走近。这是什么？地黄。啊，当归。野山赤灵芝。小丫头，你认识这些东西啊？你是？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是不是认识这东西？野山赤灵芝，益气补血，补心神，健疲惫。这个呢？商鹿，煮水消肿，通利2便，俗称泻药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还有这个。姜黄、山参、白芷。江姐姐好厉害！姑娘，我开了一家医馆，你愿意到我的医馆来工作吗？这老头无偿给我提供行医场地，半分好处都不拿，我心里怎么就不信呢？难道这老头是人贩子？把这老头打晕，交保卫局。江姐姐，他是家属院5里外德行中医馆的老爷爷。原来是我误会了，我也十分感谢你提供医馆的工作机会，多谢你的邀请，我会考虑的。好，我不逼你，你要是想来，随时都能来。回家。我想去工作。工作？怎么突然想工作了？是钱不够花吗？不是钱不够花，是坐吃山空要不得，老待在家里有些无聊。我是想媳妇儿一辈子都待在家里，但她是有能力的人，不该被困在家里。你想好要做什么工作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去帮你问问？我会点医术，打算在这方面发展发展。好，那我帮你问问厂区的医务室招不招人。那你问问，能不能成都没关系，家属院外不远的地方还有卫生所，不能成我再去卫生所问问。没想到沈墨动作会这么快，今天就带着我来厂区登记，厂区的医务室管理者要见见我。我这张脸就不用登记了吧？虽然你是厂区医务室的人，但也还算编外人员，进出必须要登记的。我前2天来就不需要登记的。厂区核心机要是重地，再熟悉的人都必须登记才能进门，这是厂规。找出这2天值守的人员，失职者
今日岗位训练加倍。是，副科。沈墨在京城厂区，是他几番打听才问出来的。知道了地方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追了过来。进去吧。你是来应聘医务室工作的？是。会什么？江同志是哪个医学名校毕业的？有手把手教导你的老师吗？这是在针对我。以前家里穷，知识都是自学的。就是说你没到学校读过书，也没有教导你的老师，你会的医理全都是自学的喽？是自学的。哦，天哪，原来是个只会一点医术的治脚医生啊！陈主任，工人的身体健康可是最主要的，以这位江同志的医术，恐怕胜任有点难吧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严丽月，我父亲是统筹主任，然后我是黑省医科大毕业的，导师现在黑省厂区医院就任，我到现在都还只是医务者外聘人员。你的能力现在应该还不足以能到厂区来工作吧？眼睛鼻孔都要冲到天上了，有背景有能力，他针对我无非就是因为沈墨，这工作是成不了了。在履历上，我跟严丽月差了可不止一星半点，我要啥没啥，空有一副皮囊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饭吃。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资历没资历，还是个没老师教导的自学者。严丽月说的对，不能拿工人的身体健康来冒险。江同志，我们考虑一下。好。家属不远处有个卫生所可以去看看。昨天山上那个老爷子提过的医馆太远了，这双腿得走将近1个小时。向左看，稍息，站好。好多工人锻炼身体啊。杨正图，障碍跑加10组。后面。杨正图，障碍跑多加20组。我真他妈多余提醒你。那些障碍我蹬着腿都跳不过去，还有泥潭、俯卧撑10个都够呛。其余人原地趴下100个。真帅，跟在家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所有人都听他一个人的，这就是幸福。沈墨有让人信服的能力，才走到现在的位置上。你们这儿招不招人？会什么？基础护理、配药换药、简单的诊治。明天过来，先施工1天，可以的话再正式聘你。把药油装到容器里，晾凉之后就可以直接用了。厂区那边没成。我没有好学历，人家不要我很正常。不正常，是他们没有眼光。我去家属院外的卫生所问了，他们让我明天去试岗1天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对了，今天看你们锻炼，顶着太阳又累又辛苦，你在操练场上还挺凶的。我不凶，他们都是新来的工友，严厉一点是对他们好，我不可能会凶你的。我知道啊，你又不是凶我，我才不怕你。今天在操练场看见他霸气的样子，怎么就挥不去呢？你怎么又受伤了？小伤，锻炼的时候碰到了一下。这是我自己熬的药油，比你们医务室的药油效果好多了，过一会儿淤青就能消一大半。媳妇儿真厉害。我厉害，我知道。好了。你对医理方面一窍不通，来我们这儿干嘛？来添乱的吗？我会什么？昨天不是跟你说过？你会的那些是自学的吧？自学能学出什么好的？来看病的人可是把性命都托付到我们手上，因为你来闹出人命了怎么办？赶快走，别妨碍我们。我说医术自学的，只有在医务室的陈主任和严丽月知道。陈主任不会这么嘴碎子，那就只有严丽月了。跟我作对做上瘾了是吧？你让我试一下，要是觉得不满意，可以马上把我赶走。哼，我们这儿可都是正经学出来的，可不敢用赤脚医生。
难道那老头是诓我的？黄叶子在不在？这儿没人。这可怎么办？哪怕黄叶子的孙子在也好啊，还能给我抓点药。你这是月氏病，我姑娘时就落下的病根了，每个月的这几天都这样，平日都强饮着。你贪了凉才变成这样的吧？这天气做农活太热了，就喝了一碗凉水。你要是相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暂时止痛。好像没那么疼了，姑娘你好厉害，而且你扎针一点都不疼。月氏病可以抓点药慢慢调理，能让你以后少受点罪。你是谁？怎么拿我爷爷的银针包？那是你能拿的吗？快放下！我这病该抓什么药？当归、白芍、熟地、水煎，早晚分服，这是调理你身体的。止痛的话，肉桂、小茴香、益母草、当归这些。你小子愣着干什么？抓药啊！抓什么药？这姑娘刚才说的什么，你就抓什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姑娘，我现在完全不痛了，这是你给我扎针的钱。老爷子，这是借用你银针的钱。我说过，你来到医馆赚的钱就是你自己的，而且我也赚了买药材的钱，所以你考虑好要到我这医馆来了吗？爷爷，你怎么随便招个人接替你的位置？这次是运气好没出事，我刚看他拿你银针，都怕他把别人扎个好歹出来。再说平时有我在不也行吗？你不信我怎么信他呀？我不信他，难道信你这个三针把自己扎成偏瘫，从此不敢碰银针的你？你又不好好学，你真是要气死我！你叫什么？我叫江宁。好，宁丫头，我想给你设个考验，有信心吗？我大多时间都在山上采药，有时候店面就交给了他，可这小子不成器，不能独立救人。这周围人多，我不能放任他们落到他手上。什么叫落到我手上？简单的病症我还是能治的，好吧？什么考验？你下手这么狠的吗？你把他恢复正常，考验就是通过了。这小子经常被我扎，已经习惯了。这手法非是10年的沉淀，可这姑娘年纪轻轻就如此厉害了。你可真是我亲爷爷！哼！宁丫头，你就好好的在我这儿干着，赚的钱不会少你的。不行，我的诊金会分您一半。我很感谢老爷子让我到医馆来给人治病，等名气积攒起来，就不会再发生那种被拒绝的事。执拗好，执拗的人适合学医。我这孙子熟悉各种药材，也算是有天赋，就是不愿意好好学，就喜欢整天摸鱼。宁丫头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些药方，中医经过多次打压，传到后世的药方少之又少，而黄老爷子拿出来的药方和医书，竟有许多是我没见过的。这么晚了，今天还挺开心的，看了没看过的医书，见了没见过的药方，第一天还赚了2块钱。他身上有皂粉的香气，没什么臭汗味儿。怎么了？你不在卫生所工作？没，卫生所不要我，我在5里外的那家医馆工作。卫生所的人不要你，是他们的损失。他其实不委屈，从无一人站在过他的身后当他靠山，心肠硬得太久了，外人的言语从来都不会伤害到他。我们快回家吧。小孩子掩盖不住的情绪，明显就是有话说的样子。这孩子喜欢把心思藏起来，乖到从来不麻烦人。吃饭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心里的话。昨天耗费了不少的精力看书，这一觉睡得挺香。志奇已经去上学了，沈墨在院子里给开垦出来的土地浇水，这男人干活是真的利索。抱歉，
等等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贴近他的胸膛。江妹子、小沈、李嫂子，早。妈妈，记得下午的时候来给我开家长会。记得，你都跟我提多少遍了？圆圆，你们学校要开家长会啊？全学校的同学都开吗？对，老师说这是家长总动会。你家志奇没告诉你吗？这孩子是不想麻烦我。志奇是个好孩子，你对他的好我们能看见，他自己更能感受到。下午我跟你一起去，成吗？那当然，一起去正好。以前在农村干了20年，手还是糙了些，得给自己做一些护手膏，把手也养得白白嫩嫩的。江妹子，你这皮肤究竟怎么养的啊？这么白，我家这闺女要是有你这么白就好了。她这是太阳晒黑的，只要用一些辅助物品就能慢慢变白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需要什么辅助物品？雪白膏那种东西吗？我也给孩子买过雪白膏，但除了能让皮肤水润一点，一点美白的作用都没有。雪白膏的成分对美白勉强有一点效果，但微乎其微。星月，我打算做一些美白的东西，你愿意帮我试试吗？可以吗？当然，如果真的有效，希望你能帮我在学校里推广推广。好，我先去学校啦。走，进去吧，家长会快开始了。你成绩这么差，还写什么写？你养母没来吗？这一幕跟曾经重叠。奶奶说的对，你那个养母对你根本不是真心的，不是亲生的，人家怎么可能对你好？把作业本还给我家孩子，想吃一顿打。以后学校再有什么活动，记得要告诉我，或者告诉你沈叔叔也行。好。这么乖巧听话的孩子，上哪儿找去？好啦，家长会要开始了，你去外面等着。装模作样，关起门来不知什么样子。王姐，那姑娘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对那没爹没妈的孩子不好啊？看着不像啊。你家打孩子，难道会在外人面前打吗？那倒也还是会的。我家那孙子调皮捣蛋，经常被他爸抽着满家属院跑。我家孩子也是，每次一闹起来就欠抽，打一打，孩子应该没什么关系，棍棒底下出孝子嘛。不过那孩子是被收养的，俗话说，收养的再怎么也不如亲生的，这关系确实不好说。不知道有人如此毫无道德底线。各位家长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今天的家长会。我们现在开始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他们班的班主任，我姓冯，大家叫我冯老师就好。下面我要点名表扬一下我们班成绩排前几的同学。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卷孩子的无所不在。夸了成绩好的学生，现在老师就点名批评一下我们班成绩最差的那几个同学。霍志奇，我教过那孩子英语，不可能会是差生，难道是偏科？霍志奇，别趴在窗上，快进来。我觉得这老师的教育方式不太妥，虽然也有打击式教育，但用差生来衬托成绩好的学生，对成绩不好的学生留下多大的心理压力。陈梅红的家长在不在？在，冯老师。你家孩子在数学这一块很差，最基本的算术题都经常算错。你们做大人的要多多监督他背算术表。闺女就是回家经常说有很多地方听不懂，可我们也没学过，不知道怎么教导她。女生嘛，在理科这方面确实不行。我教孩子们都是一样教的，孩子脑子不灵光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。霍志奇的家长在不在？在这儿，你说。你是霍志奇家长？我家收养了志奇，你作为老师都不关心孩子的家庭状况吗？我记得老师是要到学生家里走访的，请问冯老师，这是多久没到学生家走访了？就前2天还到罗同学家里走访了。果然是吗？差生就不用冯老师到家走访吗？这位家长什么意思？走访优秀生家庭是我们老师之间的默契，从来没有家长敢反驳。当然是一视同仁的，
我正打算等家长会之后，再到学习不好的同学们家里走访，给孩子们做思想工作。冯老师真尽责啊！是。霍志奇家长，你家孩子成绩很差，丝毫没有进步，我看他已经不适合读书了。一般家长听到这话，早就羞愤地夺门而出，或者低着头任人数落。成绩不好的孩子啊，这心性品德就会不好。以后你要好好教导这孩子，以后做错事，你们啊后悔都来不及。我才不会做错事，我会乖乖的帮沈叔叔和江小姐做事，不让他们那么累。老师是预言家。霍志奇家长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既然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家孩子以后会做错事？我只是好意提醒。好意提醒，我家孩子只是做错题，不是做错了人。你没必要揪着孩子的成绩不好不放。孩子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，没有人因为一场考试就找到了一辈子的路，也没有人因为输了一场考试就输掉了一生。答卷不过一张纸，未来才是他们必走的路。各位家长，每个人生下来的路注定不同，只需要好好引导，他们自会走出自己的光明大道。同志，你说的真好。我家孩子虽然成绩不好，但他在纺织方面很厉害，现在小小年纪的就能跟他妈妈一起做衣服了。我家那孩子调皮捣蛋的，经常到山里去打鸟回家呀。我不是想出风头，护短而已。这冯老师这么说我家孩子可不行。霍志奇家长，是我考虑欠妥，不应该说孩子以后的事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。妈妈，你真的没有对我失望吗？刚才他拿到卷子的时候，眉头拧得能夹死一只蚊子，我看见了，那就是失望的表情。以前在王叔叔家，我考差了，王叔叔就是那个表情。你刚叫我什么？再叫一声。妈妈，我知道自己是可以这样叫他妈妈的。从被沈叔叔接回家的第一天，他就说让我叫妈妈，可我一直没有喊出口。妈妈的乖儿子，来亲一下。亲生妈妈也不曾亲过。沈墨，志奇叫我妈妈啦。被叫了一声妈妈，我家的姑娘怎么这么高兴？这声妈妈，这小子早就该叫了。走了，我也签上了。你现在已经跟我是同一个户口的，这声爸爸妈妈确实该叫了。我现在是真的有爸爸和妈妈了。对了，你小子刚才是不是问我有没有失望？是挺失望的。我见过你做的题，比卷子上难的题你都能做出来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的题你会做错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不能动不动就低着脑袋，要昂首挺胸的做人。媳妇儿，你先吃吧，我去院子里冲冲澡。我好像越来越被他吸引了。我帮你擦吧。好，你继续浇水啊。我怎么害羞了？擦不下去了。媳妇儿脸红了。沈家媳妇回来啦。那天在志奇班上说的那番话，倒是在家属院里传开了。同志，你怎么了？同志，快帮我把他拉出去！慢着！如果你想他大出血死在这儿的话，随便弄。西医有西医的治法，中医有中医的治法，只要把血止住，这命就能救。好了，你把他弄出来吧。主任，我背你去厂区治疗。这不远处有个医馆，如果你想早点治疗，我带你去医馆。就去姑娘你说的医馆吧。能治吧？能。把它喝下去。主任，这些东西怎么能乱喝？伤口处的地方竟然逐渐不疼了，这效果堪比麻醉剂。静养半个月，别做剧烈运动，每2天换1贴即可，敷在伤口处。谢谢姑娘。一共10块钱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去厂区医院当医生啊？
我见过医术好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大夫，他看起来不过20岁左右，医术竟然好这么好。这么好的医术应该去厂区为一些受伤的工人们治病。我没有行医证，去不了厂区医院，应聘医务室和卫生所都被拒了，厂区医院就更不可能。如果姑娘你想去厂区医院的话，没有行医证的这件事儿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暂时不用了，我才刚到这儿工作没多久，就跳槽可不好。好吧。姑娘如果有进厂区医院的想法，可以直接到这边不远的厂区来找我，我姓梁。好的。给那个中年男人治腿耽搁了时间，天已经快黑了，只能勉强看清楚前路。江宁救我！黄小东，走哪里去？哟，这是让我遇见了什么宝贝？这附近什么时候出了个这么标致的美人儿？我丈夫是附近厂区的，你们敢动我？哼，你说是就是啊。就算你男人是领导又怎样？你以为你走得出这里吗？欠债不还还敢跑，再跑要你好看，意外之醒啊！你快跑啊！荒郊野岭，叫人来不及了。小丫头今天落到我们手里，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滚一边去！老子先抓到的。你怎么愣着干嘛？确实，好几百年没人陪我玩了，有些寂寞呢。这么不惊吓？你别过来！媳妇儿，上哪儿了？我带你去厂区医务室。你身上全是血。不是我的，不过我还是有点怕。别怕。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。吓坏了吧？前面树林里有2个流氓被制服了。带人去把人扣下，明天送局里。是。在想什么？你别觉得愧疚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，别担心。好，不担心。你怎么来啦？来接你。以后一定要多来接媳妇儿。好，你等我一下。过来。怕穿着裙子不方便。就爱看他这副害羞的样子，脸红局促的时候很有趣。不过这个年代的男人责任感太重，他是因为我是他妻子才对我好，还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？沈墨，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婚呀？沈墨，我问你话呢。还不清楚，可能要半年。刚见面时提离婚，他答应的那么干脆，现在再提就开始拖延时间了。我怎么好像有点黑莲花属性了？其实他对我真的很好，家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我，两人天天睡在一起，只要他想，我根本反抗不了。可他哪怕被我邀请同床，也一直规规矩矩的。其实不离婚也挺好的，日子平淡。你的背怎么跟铁板一样硬啊？媳妇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刹车太急了。抱歉，抱歉。我说不离婚也挺好的。啊？沈墨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你。媳妇儿说喜欢我，还说不离婚，那就是这辈子都要跟我过下去了。
刚见面时，我怎么没发现这男人还有这样的一面？我说了，是一点点。听懂了，这一点点喜欢是还不可以亲亲的程度。那媳妇儿，你什么时候多喜欢我一点点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你不可以，但是我可以。这还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力度没拿捏好，磕到牙齿了。好了，快回家吧。媳妇儿，以后还想亲，需要什么条件吗？看你表现。这小沈在我们家属院里都快出名了，经常看见他没几天就提肉回家，都不断的，可见他是真对媳妇儿好。哼，有什么用？结婚3年了，都生不出一个蛋。结婚3年了都没有孩子啊？不能生也能把男人牢牢地勾在手心儿。你看他连工作都没有，还不是天天有肉吃？人家男人愿意宠着，我们说这闲话干嘛？咱们院里哪个女人不想被这么宠着？这几天把树下的空地整了整，土豆、四季豆、小白菜、辣椒都撒了种，等成熟了就能吃了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冯老师说明天要来家里家访。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你老师说了大概什么时间过来吗？他说上午。行，黄老爷子说明天一整天都会在医馆，没我在也行。那我明天上午不去医馆了，在家里等老师。志奇，把凳子搬出来，冯老师坐吧，请。我堂堂一个老师来家访，主人家竟然不请我进屋坐，连杯水都不倒。上次家长会他被我当众呛世，按理说不该来我家家访才对，今天抽什么风？冯老师，你来我们家到底什么事儿？志奇家长，这天气挺热的，我们能进屋聊吗？那可不行，我家刚种了菜，要是有狗进来给刨了可不好，所以我得在院子里盯着。以前去别的学生家，哪家不是好言好语请我进门？这还是第一次吃闭门羹。哦，行吧。这可是我托朋友买的进口货，还不迷死你个没。志奇这孩子啊，平时沉默寡言的，不爱说话，这是我专门为他定制的学习方案。这人怎么总喜欢在干正事之前先拉踩别人一番？我忘记了。你不识字，我打听过了，这女人是农村来的，怎么可能认识字？那我下次再来。江同志，以后要是想识字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这人看我的眼神绝对有问题。我做了美白膏，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试试？我现在就有时间，你方便吗？现在也可以。我回家放东西。今晚你做饭，想吃肉末茄子。好。你会做吗？我记得你上次做肉末茄子的步骤。行，你去吧。哎呦，知道你们夫妻俩亲密，但这种亲密还是关起门来做比较好。就是啊，生怕别人看不见你们亲昵似的。哼，万恶的封建思想，真是害人不浅。不过随口提了一句想躺着赏月，第二天这躺椅就做好了。沈墨这家伙每次做什么都一声不吭的。快进来。别担心，放轻松。这个要在脸上敷20到30分钟，你就在这躺一会儿。美白不仅要外敷，还得内敷。来，把这个喝了，这是我用白茯苓、黑糖熬出来的，能美白润肤。你不用那么急，可以慢慢喝。秋月，你这丫头怎么一回家就往江妹子家跑？要不是认得这身衣服，我还真认不出这是我闺女。李嫂子，她在敷脸呢。敷脸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上次说过要做什么美白的东西给她试试。
我闺女她还要敷多久啊？大概还需要个20分钟吧。行，那我回去继续做饭了。小沈，你在做饭啊？怪不得我闻着你家的饭菜没平时香了。平时江妹子做饭，那香味飘到对门，我们家吃饭都能多吃2碗。是比不上我媳妇儿。这小子啊，是真把你放在心尖尖上呢。我也把他放心上。要不我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你家来吃吧？正好老李刚回来，我做了4个菜呢，还有2个肉菜。小沈这饭不用吃，肯定就知道有失水准，可不能苦了你。啊，那不好吧？哪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给我闺女敷的这些肯定费功夫吧？就当嫂子用这顿饭来答谢你了。嫂子真的不用这么麻烦。不准拒绝，我现在就回去端菜。